你知道吧？林满江对于我们共产党人的革命理论，从骨子里是不认可的，所以他这个人台上说一套，台下做一套，我看就是个两面人。同志们，我们又见面了。上一次来啊，是因为荆州的矿工新村出了事故，出现了李公权、王平安的腐败案件。现在王平安死掉了，李公权呢也进入了司法程序。荆州中府啊，在反腐倡廉的工作中啊，成绩突出。但是同志们啊，我们要知道，反腐倡廉是当前一个重要的工作，但不是唯一的工作。我们中孚集团是一家历史悠久的企业，担负着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重担，担负着为人民群众创造物质财富的使命。这个重任和使命，我们完成的怎么样啊？不怎么样。坦率地说啊，我和集团领导层很失望，很失望。所以今天啊，给同志们带来了一位老同志新班长，啊，就是我身边的皮丹同志。皮丹同志刚才做了一个表态性的发言，很好，思路对头。徐书记，对齐本安撤职后的安排，组织上是否能通盘考虑一下？齐本安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搞掉的。徐书记，你好像胸有成竹啊。相信党，相信组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嘛。好了，同志们，今天的会就到这里了，散会。齐本安同志，你留一下。齐本安，你就没有什么要说的吗？林董，太远了，听不见，你下台来吧。我让你上台，你倒要我下台。好啊。看你又想哪儿去了？那要不还是我上台吧？不，还是我下台吧。官当的再大，最后总是要下台的嘛。你现在齐本安情绪很大呀，你是不是巴不得我早点下台滚蛋？是不是？齐本安，你错了，你又一次错误了估计形势，你高估了我对你的容忍度，你呀，总是不接受教训。林董，你赢了，我接受教训，教训很深刻，很深刻。说吧，你还能干点啥？我还能干点啥？您这是在征求我的意见吗？是啊，我跟集团总要给你留碗饭吧。共产党的政策是给人出路嘛。你看，你每一次犯到我手里，我把你给撸了下来，哪一次我没给你出路？是。林董就是有大将风度，不像我这么小气。都活了一辈子，到现在才知道自己小气啊。说吧，你能干啥？你还真让我说呀？当然了。我觉得我能做中孚集团的董事长。
有点意思啊。齐本安，你太放肆，你还知道自己姓什么吗？你看，我不想说，你非让我说，我说了吧，你又生气。那你接下来是不是又得批评我不够谦虚，有点骄傲？你不是不够谦虚，有点骄傲，你是比较猖狂啊！你是麻木不仁，顽抗到底，不知天高地厚啊！我怎么又成了不知天高地厚了？啊？一个皮单，一佛系干部都能提成董事长，一个什么事都不干的路建社也能把自己的代字抹掉，提成党委书记了。那我凭什么就不能主持中福集团的工作呢？这不是什么非分之想，也不是什么大事，我看谁不同意呀，也不如您不同意，是吧？皮丹，你去劝劝林董，让他们到办公室谈吧。姐，我哪敢进去啊？哎，这里面2位都是你的师兄和师弟，要不你进去劝劝？我劝啥？理不辩不明，今天让他们说说透也好。哎呀，影像不好，有损林董形象啊。林董都不怕，你俩怕什么？齐本安，你别气我，我不会生气的。你别以为皮单路建社就比你差，不一定。啊，我们共产党人讲的是唯物主义，讲辩证法。干部没有绝对的好坏，关键看是什么人用到什么地方。你比如皮单路建社，用在荆州中福就比你齐本安强。那肯定的，你用在荆州中福，他们肯定比我强，因为他们俩愿意做你林家铺子的伙计，对你林大掌柜言听计从嘛。错，他们是党的干部，他们对上级的决策坚决贯彻执行。他不像你啊，说一套做一套，你让我和组织非常的被动啊。你能不能别一口一个上级一个组织的，我直起鸡皮疙瘩。我觉得你有点讽刺，而且越来越讽刺了，真的。辩证法怎么就让你一本正经的搞成了诡辩论了呢？啊？革命伦理怎么到你这儿就变成了江湖义气？党和组织怎么就成了你林家铺子的代名词了？你还真以为中福集团是你的码头啊？瞧瞧啊，你齐本安有多委屈啊！不管你有多委屈，你心里有多少牢骚，我必须让你下台走人。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阻碍中福集团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历史的经验得汲取啊！我知道你一直以来对我都不满意。你说了嘛，你要走了，要再上一步了，所以你不希望荆州中福出事儿。可是我的林董，我负责任地告诉你，我也不希望荆州中福出事儿。不光不希望他出事儿，我恨不能竭尽所能，希望他越来越好。这就对了嘛。我跟你说过，我们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有问题可以坐下来好好谈嘛，别弄那些个歪的斜的，弄那些个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啊？你就说在上海公司期间吧，重点项目部一个经理啊，叫王国平，他就是多贪多占了几万块钱公款，你非要把他送到司法机关去。我是电话里说，当面跟你说，你支支吾吾的应付我，到最后还是走了司法程序，是不是？你说有你这么不服管的干部吗？你自己说，谁受得了？可问题是，王国平他真的贪污了，我没冤枉他呀。不光贪污，他还行贿。为了批江南电厂那个项目，他甚至准备向国家有关部门行贿呀。好，现在好了，他不行贿了，被抓进去了，怎么样呢？江南电厂项目流产了，中福集团损失了几十个亿，你知道不知道啊？那难道说只是为了经济收入就可以违法行贿吗？而且你知道的，那个腐败大案，当时涉及到好几家企业，而我们就因此幸免了吗？
林满江是有政治野心的，据说现在他不太安心在中孚集团的工作了，正在通过某种途径谋求出任更高的职位。我知道，他在私下里做了不少的工作。我怎么听说您和国资委一些同志反对他进这一步？事到如今啊，我也不必瞒你了。组织考察时，我提出了不同看法。我认为林满江不具备进这一步的条件。怪不得满江同志现在提起你就气不打一处来呢。他早就不待见我了。今天，我就给你把其中的原因敞开了说一说。好啊，徐书记，您说，但会不会影响您术后休息？一个小手术而已，不碍事。齐本，你还有脸在这自吹自擂啊？怎么着？我还要给你发一个大勋章，是不是？愚蠢！愚蠢？没错，我可不就是愚蠢。我要不是因为愚蠢，也不会被你第二次拉下马呀。但我也请你记住，我齐本安就是再愚蠢，也比你林大董事长认为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要好。你迷信腐败吗？不对，我们要顺时应变，我们要采取必要的措施，这正是一种担当啊！你才不对，你错了，你真的错了，我的林董，林兄，林满江同志，你非常危险，你危险之极呀！说到担当，你作为中共中孚党组书记，首先应该承担的就是对反腐倡廉的主体政治责任。赶紧把所有的出入口全都堵上啊！不要让任何人进去。快！你慷慨激昂，你意气风发，你朝气蓬勃。好，哎，齐本啊，你刚才自荐你做中孚集团的董事长，错了。你政治觉悟高啊，你是当书记的一把手啊，你应该自荐党组书记啊。没错，我也这么想的。我还告诉你，我要真当了党组书记，你这个董事长的位置你也坐不稳。算了，咱不说了。但你得记住，我们都是党的干部。好啊，那我们就是同志，我也不能揪着你不放。你的工作还是得要我来安排啊。行了，说吧，你想干什么吧？好，那我就直说了。我希望继续留在荆州中孚。怎么？留下来跟皮丹和陆建设作对，不利于工作吧？这怎么一到你脑子里就首先想到的是作对呢？那你想让我调回北京，到机关管理清洁卫生？那大材小用了，上级组织也不会答应。管理卫生，那有物业公司，轮不到你。过去我一再跟你说，我们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同志讲原则，兄弟讲感情。你不能这么不顾一切，不顾一切跟全世界为敌。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事情也发展到了这一步，我不抱怨，我自作自受。你想让我干啥我干啥，行了吧？这就对了嘛。干部就是要能上能下嘛。目前最难的事，就是矿工新村的棚户区改造。我看这样吧，你就干这件事，配合市里，
搞好棚户区改造。你还真敢让我留在荆州啊？有什么不敢？你当真以为我怕你啊？那不会。我们林董怕过谁？我们林董是天不怕地不怕。好，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有些话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从今天开始，你不是中福集团的董事长，也不是党委书记，你就是荆州中福工会的一个副主席。我绝不允许一个工会副主席去干涉皮丹路建设这一届领导班子的工作。工会还副主席啊？这是中福集团党组研究决定了吗？还是你林大董事长突发奇想想出来的啊？哦，脑门子一拍，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你真以为中福集团你可以为所欲为啊？林董终于看清了齐本安，我敢肯定，以后不会用他了。齐本安就是自作自受，他是在自己找死。这下好了，荆州中福以后就你们俩说了算了。哎呀，姐，瞧您这话说的，这不还有您在吗？林董和齐本安的故事还这么多呢。所以老陆，对齐本安你最好悠着点儿，别以为自己得势了就把齐本安往泥里踩。那是，对下来的同志怎么能往泥里踩呢？得往天上捧啊！哎呀，老陆，你别胡说，石总提醒的对。哦，好，好，我上任之前，正好也跟你交一下班。你不用跟我交班，你跟皮丹跟路建设交班去吧。你就不想亲眼看看吗？知道这是什么吗？荆州中府小金库的全部记录。6年来，荆州中府所有违规违纪的报销人员名单和详细记录全在上面。你就不想自己看看吗？啊？齐本安，你到底想干什么？6年来，光荆州中府一家，涉嫌金额就300多万。中福集团党组和纪检组就不应该好好查一下吗？荆州如此，其他地方呢？其他地方、其他公司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问题？荆州的反腐倡廉只是摆个样子吗？林满江董事长。齐本安，你厉害呀！这不是厉害不厉害的问题，这是涉及到党纪国法的问题。我作为一个党员干部，我有责任提醒你。好，我谢谢你。不必，这是我应该做的。徐书记，时间不早了，我得赶紧回去了。回吧。等有新的情况，我再向您请教，好吧？好的。林满江。哦，见。林董，您好。吉庸书记嘛，我要跟你说一个事情。不管你现在在哪儿，在干什么，放下手下的工作，马上召开中福集团反腐倡廉电视电话会议。林董，那会议的时间和规模怎么掌握？时间就定在今天晚上7点。参会人员，中福集团的主要领导人、下级公司的负责人和纪检部门的负责人必须参加，不许请假，无一例外。好的，林董，我马上安排。你忙着，我走了。你给我站着！我已经不是地方公司的负责人了，这个电话电视会议，我没资格参加了吧？是的，你不是了，你没资格了。石红县皮丹路建设，你们都给我进来！林满江要搞反腐倡廉，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齐本安有了什么新动作，
把他逼上梁山了。现在我得赶紧去安排晚上的电视电话会议了。行，别让满江同志挑毛病，人家难得这么重视反腐。就是。那我走了，徐书记。好嘞。哦。你们都看到了，也都听到了。现在这就是荆州中府要面对的局面啊！你们3个人都是干什么吃的？啊？让一个齐本安搅得天翻地覆啊！都是我的错，都怪我。你现在知道错了，晚了。这一份名单里，牵扯到荆州中府的上百名干部啊，包括我老婆佟歌华。石红杏啊，我是不是反复提醒过你，不要听佟歌华的，不要为他干任何事情。他是他，我是我，他只能代表他自己。可是佟歌华在你这说啥是啥呀？你自己看看，你看看，光他名下的花销就40几万。石红杏啊，你不但害死了佟歌华，你也害死了我呀。林董，石红杏，你是不是提前跟齐本安串通好了，故意打我一个措手不及？你醒醒吧，石红杏，你想死也不能这么死啊！齐本安查小金库，我不知道。皮丹，你马上给佟歌华打电话，让他把这6年来在荆州中府吃进肚子里的私货全给我吐出来。今天就到银行取钱去，把这40几万退还到集团纪检组廉政基金账户上。领导，是不是等这个账目查清楚了，然后再说？再说什么？齐本安已经查实了佟歌华的腐败线索，他的盟友石红杏也认账了，赶紧办去！明白，我只有给嫂子打电话。齐本安拉响了炸药包，拍拍屁股走人了。这一摊烂摊子现在留给我们收拾。石红杏，你还待在这干什么呀？好好回去反省啊！想想今天晚上的电视电话会议，如何向大家做出解释和回答。林董，不说，你赶紧回去吧，你也让我安静安静。曲东，你说这不都乱套了吗？皮丹、陆建设都上来了。哎，干部有上有下嘛，正常。曲东，石总不太对劲儿。他怎么了？好像刚哭过，见了谁都不理。我知道了。滕国华，你还敢给我来电话呀？我问你，这6年来，荆州中府的账上怎么会有你这么多乱账？从时装皮鞋、烟酒礼品到洗衣费、住宿费，高达40几万，你疯了吗？你怎么能贪婪到这种程度？石总，石总，
佟国华，你是穷人吗？你缺钱吗？我们家缺钱吗？这么多年我对你的叮嘱，你全当耳旁风了，是不是？我一再的提醒你啊，我是一把手，我的一举一动对下属的同志都影响很大。可是没想到啊，你跟石红杏是狼狈为奸啊，违规违纪，大占公家便宜，这是腐败行为，你知道吗？满江，违纪金额可能没有那么多。你最好让批单把账单发过来，让我确认一下。可能石红杏他弄错了吧？我刚才好好的回忆了一下，应该不会超过20多万。像有些账，像食宿费用，你不能全算在我头上吧？食宿费用只要不是因公出差，超标的部分都要自理。好了好了，你不要诡辩了。石红杏跟齐本安不会弄错的，马上退北。红杏，你开门，我知道你在里面。红杏，你开门，红杏。你干什么呀？吓死我了！有话就在这儿说吧。领导，您看晚上怎么安排？您想吃点什么？你们还想吃什么？自助餐，严格执行规定标准。那我就让服务人员把自助餐端过来吃。老陆、皮丹，你们都要小心了，在廉政问题上，得让人抓住什么把柄。要是耽误了大事，到时候可别怪我六亲不认。明白明白。其实，我们荆州中服在廉政建设上还是比较好的。比较好？小金库事件可还没处理呢。那是。那我们去准备晚饭了。走。红杏，你不要这样。这里的主要责任不是你，这个明细账目跟你啥关系都没有，全是佟国华他们的，所以这些年都是我主持工作，怎么会跟我没关系？不仅仅是佟国华，集团那么多高管家属被套进去，都是我的责任。咱进屋说行吗？不必说了，林满江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我，我这次真的被他给害了。齐本安，你单枪匹马来到荆州，面对这么大一摊子，我知道你是怎么走过来的。你动了林满江的奶酪，他肯定不会放过你。今天的事算你们彻底翻脸了，下一步他的阴招狠招还不会少。你要想好，今天是石红杏，明天可能就会是别人。这林满江太混蛋了，他把责任全都推到石红杏身上，表演着权力的任性。我忍无可忍。你知道当年追我人那么多，我为什么选择你吗？我告诉你，虽然他们都说你是个榆木脑袋，但我不是这样认为的。齐本安，我跟你说，在大是大非面前，你可必须给我站稳立场。你放心，有你支持，我就更有信心了。其实这次石红杏要承担所有的责任。同志们，前荆州中府董事长齐本安同志
揭发举报材料触目惊心呐。本案同志责问我，这种腐败现象，仅此荆州中府一家吗？问得好！我看不止荆州中府一家，整个集团都有类似的问题。老范，我跟你说实话，我这辈子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林满江那种傲慢。哪怕当年在工厂的时候，他身上也有一种常人没有的傲气，所以他才敢手握三角刮刀去争名夺利。林满江对自己的工人家庭没有什么感情，他内心一直追求着领导者的优越感。什么领导者的优越感？什么意思啊？我先说到这儿。习英书记，你说吧。同志们，荆州中府的问题是严重的，正如满江同志所言，触目惊心。下面，我们就请荆州中府总经理石红杏同志说吧，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说说违规违纪资金的来源。我说，很早以前他就当着我的面发过感慨，说我们中孚集团其实还就是一个私家铺子。这私家铺子是共产党员朱昌平和谢英子夫妇卖了祖屋的资本起家。说这一点共产党都承认。1949年底，甚至把他们的股权一度还给了他们。还有这么一回事儿？中孚集团史料上有记载吗？有。1949年，中共召开西柏坡会议，决定从商业领域退出。福记公司的股份，当时也就被退还了16个私人股东，包括2个大股东朱昌平和李乔治。朱昌平是起始股东，占有的股权最大，约35%，当时作价35万元打头。但当时朱昌平和谢英子要都没要，把它当作特殊党费上交了。违规资金主要来源于下属单位和合作公司承包的工程和项目的奖金。下属单位和合作公司拿了奖金，总要给荆州中孚一部分。我觉得不能拿，可是又推不掉，就陆续的摆进了小金库，用作对上接待和其他一些不能报销的费用。所以说，你一笔笔账目都记得非常清楚，是不是？是的，林董。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胆小，怕将来说不清楚。但是我个人1分钱都没有用过。张继英书记，请你一笔笔去查。这历史的确很震撼。党组织退股都不要，还把它当成党费交给了组织，你说这是什么境界啊？林满江这种党员干部和中孚集团的前辈们怎么比呀？难道就不觉得惭愧吗？他要还懂得惭愧就好了。林满江台上一套背后一套，就是要搞自己的私家铺子。他骨子里把人民的财产全当成自己的私产了。撇家舍业为了革命，这种理想主义从来就不属于他。石红杏，你胆子小吗？你胆子大得很！矿工新村棚户区5个亿的协改资金，你都敢批给你表弟王平安拿去炒股？林董，这件事情我也是向你汇报过的，不是炒股，是用作国债回购，没有风险的，是王平安见财起意犯了罪。你为什么向我汇报？那是因为你谎言被戳穿了，你不汇报不行了。你这个同志啊，就是这样，一贯的自作聪明。老范，我跟你实话实说，我认为林满江不是一般的腐败。皮单子别说，石红杏的小金库，这恐怕只是冰山一角。
你还盯着那10亿的交易费？没错，长明集团奇迹般的发家史，我敢断定跟中福集团、跟李满江的腐败一定有关系，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京书记，关于荆州中福的腐败问题，要一查到底。调查期间，石红杏同志停职，配合集团纪检部门调查。好，林董。石红杏，你不要心存幻想，这一次你也甭想蒙混过关。林董，石红杏晕倒了。是的。赶快送医院。好，散会啊！慢点。哎，去给人打电话叫救护车。同志们，我们今天的会就先开到这里吧。啊，爸，这都几点了？我妈怎么还没回来呀？还有瞎忙什么去了啊？这不林满江又来了吗？说开什么电视电话会议。哟，那完了。他呀，跟掉了魂似的。我怎么觉得你也跟掉了魂似的？怎么了？是吗？看出来了。你们荆州中府的革命形势最近是不是不太好啊？很严峻，比你们荆州时报还困难。那你跟我妈是不是跟林老大林满江翻脸了？差不多吧。我是打算辞职了，这回是真的，不伺候。皮蛋啊，你们到医院了吗？红杏现在是个怎么情况？是不是一时血糖低造成的昏迷啊？哎呦，林董，还真让您说着了，就是这个情况。他一直有这个毛病啊，你们就不要再刺激他了，听到了吗？啊，听到了，林董。今天也怪我呀，一气之下有些话说得过了头。你让他别想太多，先回家休息吧。我明白了，林董。我们正要送他回家呢。好。哎，我给你看看这个，我写的。燕儿啊，你现在是越来越牛了。你这组经济乱象的报道写的是既真实又深刻，真不愧是我们老牛家的闺女。哎，牛总，你给我具体的说一说啊，这篇文章好，到底好在哪里？你把各方面的困难都写出来了。你看，企业难、银行难、法院难，你连讨债公司的难你都写出来了。这不算什么。哎，我想起来了。燕儿，你是不是跟那个李顺东又联系上了？没有，石老太不让。再说了，我们也已经是过去时了。其实我觉得那个小李也挺不容易的哈，人家挺努力的。石老太回来了，当着他面别说李顺东啊。妈，怎么了？来，姐，慢点。爸，来，沙发啊。洪庆，怎么了？没事儿，就是今天你妈被领导批评了，所以她这心里啊有点不太舒服。包啊。
黑，点亮你的美。谁搬就搬退，流星的不睡，生命的机会。时间的是非，总有个错对，去纯真去伪。烟雾会散在明月的两头，力量的交汇，正义的回馈，是无坚不摧。的人心相随，问死心无愧，最难能可贵。光明都洒在清风的左右。